歼35隐身战机的再度亮相引发关注。本次亮相的3号原型机在细节上对比此前又有了诸多不同。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这几周基本上周都在出中国武器的新动向报道，可见中国新式装备武器的发展已经是进入了井喷阶段。先是福建号下水，后面歼35试飞，又出西工大新的高超音速成波体飞行器等。不过这其中曝光最多的也还是军迷们普遍关注的下一代舰载机歼35。歼35近期的试飞和测试非常密集，这2天网络上有网友第一次曝光了歼35舰载机在地面测试的高清照片，我们从而可以窥探新隐形机的诸多细节。从照片上看，此次亮相歼35原型机相比此前的歼35原型机完成度非常高，机身已经完全涂抹了新式的隐身涂层和低可视涂装。更为显著的是其机身上的编号350003，这表明解放军至少已经生产了3架歼35的原型机，第一架绿皮机和第2架涂装机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试飞，并被网友拍到了照片。第3架歼35原型机的问世，说明了海军对于歼35项目的重视。毕竟此前海军还没有哪款战机原型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接连生产接装3架进行密集的试飞测试，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虎妞认为这是试飞院和厂家进行的多科目和试飞测试，为的就是尽快让歼35完成试飞定型，并且批量列装部队，早日上舰福建号航母服役。可以说这架歼35是虎妞见到最完善的原型机，机身的81军徽说明这架飞机被解放军选择为新一代隐形机的传闻是板上钉钉了。而能够证明歼35是海军舰载机的，就是其非常显眼的尾部飞鲨标志，只有舰载机才拥有这样的标志。解放军的歼15舰载机的机尾上就有明显的飞鲨标志，而歼35拥有舰载机的标志，也毫无疑问证明了歼35将是海军下一代舰载机的消息。而且垂尾尾部巨大的35数字，也说明这架飞机和此前网上流传的新隐形舰机被命名为歼35的传言已经得到了证实。实际上歼35 3号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机头搭载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和新的 EOTS 系统，以及大推力国产的涡扇发动机。其中歼35作为一款中型的舰载机，却搭载了完全不输于 F2 和歼20的重型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以说是十分的出人意料。从歼35 3号机和其前型 FC31 战机对比可以明显发现，歼35的机头明显大了1圈有余，雷达罩的外直径超过了1米，搭载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完全是重型舰载机级别的。虎妞粗略估计，歼35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 TR 组件应当超过2200个，而且加上近10年中国在有源相控阵雷达的研制和发展中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现在歼35搭载的大型有源相控阵雷达体积和 F2 与歼20这2款重型隐形机差不多，能够更进一步发挥雷达性能。但需要注意的是，歼35的新型重型相控阵雷达由于具有后发优势，使其可以应用更先进的氮化镓技术，其探测水平将全面超越歼20的1475型和 F2 的 APG77 有源相控阵雷达。至于 F35 装备的 APG81，歼35相控阵更是全面碾压其性能。据称，歼35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有效对空探测距离超过400千米。可以说，目前歼35搭载的有源相控阵雷达代表了中国军工同类装备的最高技术水准，其性能已经超出了美军目前所有现役的战斗机机载雷达，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歼35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其机身上的 EOTS 系统了。机头下方的综合光电窗口是1号机就已经安装的，而现在的3号机是在整体的机身上多方位安装了 EOTS 的子系统传感器。EOTS 系统可以说是歼35的另一个眼睛，可以在不开雷达的情况下使用红外探测全向目标。目前这种技术全世界只有歼35、歼20、F35拥有，是真正意义上的战机尖端技术。最后就是歼35的发动机了。
其锯齿喷口特征明显。有分析称这是国产涡扇13E发动机，但是也有分析认为歼35的国产发动机是性能更强大的涡扇19。虎妞认为有较大可能是涡扇13发动机。涡扇19据称正在研制测试当中，也尚未正式定型投产，应该不会太快安装在歼35原型机上进行测试。